老请执杯齐眉，敬向岳母。大婚当日，岳母给了我好兄弟10001的改口费，却只给我888。林超，阿姨其实更看好你，可惜我家静静跟你没缘分。既然你当不了我女婿，那我今天就认你当干儿子。这10001你收下了，就该改口叫我妈了。本来是准备婚礼后再认亲的，但我妈觉得这样省事，我想着反正你和林超也是好兄弟，应该不会计较，就同意了。林超，快过来啊！妈，哎，好了，大喜的日子就别摆脸色了。你和林超以后和我都是一家人，这样咱们3个就亲上加亲了，难道不好吗？再说了，我妈还给你准备了888的红包，赶紧把茶敬完。不用亲上加亲了，这婚你直接和林超结好。你疯了？这么多亲戚朋友看着，你闹什么闹？我闹？你们一家子没经过我同意就在我的婚礼上认亲，还要我大度？徐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欺负？沈浩，你别在这耍少爷脾气，赶紧把流程走完，回去我再补偿你。沈浩，你别怪妈和静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要这个红包了，你别因为我悔婚啊。林超，你别管他，今天这红包你必须收着，这是我妈给你的改口费。沈浩他就是发脾气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他还能反悔不成？徐静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参加了这场婚礼，就必须娶你？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我女儿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今天你要是敢走，以后就算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让静静嫁给你。麻烦把话筒给我。沈浩，你别胡闹！各位亲朋好友，实在抱歉，今天的婚礼到此结束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没事。徐家真是欺人太甚！爸，您别生气，都是误会。沈浩就是脾气太轴，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。林超是他兄弟，我妈认成干儿子，以后大家关系更近了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好事，我儿子结婚改口费888，一个外人拿10001，你们许家就是这么糟践人的？爸，这钱多钱少，也就是个心意。心意你大爷！滚开！亲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许家怎么糟践人了？这婚可是你们沈家舔着脸求来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儿子不过是我闺女的舔狗，还想要多少改口费？他现在闹脾气不结婚，丢的是你们沈家的脸。你们许家女儿结婚，却让2个男人改口喊妈，传出去，丢谁的脸还不一定呢。我们家静静年轻漂亮，多少男人上赶着娶呢？既然那么多男人赶着娶，那你让她嫁别人去吧。爸妈，我们走。沈浩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想再回来。徐静，我再说一次，今天这婚我不结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这顿饭吃不成了，大家受累白跑一趟，改天我老沈单独摆桌赔罪。儿子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妈，你放心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沈浩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收阿姨的红包，不该叫这声妈。你打我骂我都行，求你别跟静静赌气了。林超，你在这儿演什么戏呢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从筹办婚礼开始，你就打着帮我把关的名义跟他频繁接触，
原来不是热心，是早就暗度陈仓。沈浩，林超都退让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理心？就是林超多懂事啊，哪像你一点度量都没有。今天你要是无故悔婚，以后可娶不到像我女儿这么优秀的女人了。阿姨，你女儿在自己婚礼上跟伴郎搞得不清不楚，这种货色，我可高攀不起。行，你不办是吧？你不办，有的人办。外头几十桌酒席都是现成的，钱都交了，不办白不办。今天这婚宴直接改成我们家许静和林超的，反正我本来就更看好林超，更何况我们静静肚子里已经有了林超的骨肉。既然我妈都说出来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那次就是个意外。但你相信我，我心里真正爱的人只有你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跟我出去把剩下流程走完。至于孩子，怀了打掉会伤身体，等生下来跟你姓，叫你爸。你不用出一分力，不用你费心操劳，不亏。滚！带着你妈还有你的小三儿，立刻从我眼前滚出去！沈浩，你敢吼我？好，这可是你选的，你别后悔。各位来宾，刚才出了点小状况，不过不影响我们继续。今天就是出了点小误会，不过不影响大家吃席。林超这孩子我本来就喜欢，既然缘分到了，那就让他们把这顿喜酒继续办完。沈先生那边人已经走了吗？沈家亲戚差不多都离席了，沈先生和父母也准备离开。沈先生，请留步。外面婚宴还在继续，厨房那边已经备好后续热菜。我想确认一下，这场宴席您这边还继续负责吗？从我宣布婚礼结束那一刻起，这场婚宴就和我无关了。现在是谁在台上继续流程，谁在招待宾客，后续消费就该由谁承担。那您方便做一个书面确认吗？酒店这边也需要留存记录，避免后续产生争议。可以。沈先生，今天这事比较特殊，我需要向老板汇报。按你们流程来。顾总，婚宴现场出了变故。怎么了？原定新郎沈浩先生已经终止婚礼并离场，许小姐那边临时把婚宴改成他和另一位林先生继续办。现在沈先生已经书面确认，后续消费不再由他承担。沈浩。顾总认识，把现场消费主体确认清楚，服务照常，不要和客人发生冲突。所有监控点下单，后续谁实际使用，谁承担费用，按合同和消费事实处理。明白。大家别拘束，今天还是喜事儿。沈浩那边年轻人脾气大，闹点小别扭，不影响咱们家静静的好日子。那这婚到底算谁和谁的？当然是我们静静和林超。你们看，林超多稳重，多懂事儿，比那些动不动甩脸色的人强多了。静静，这酒席钱沈浩是不是已经付过了？当然付过了，场地和婚宴都是他定的，他那么爱面子，怎么可能不提前结账？沈浩就是气我，他走都走了，还能把菜端回厨房不成？那就好，今天这么多人看着，别让场面难看。林超，今天可算是抱得美人归了啊！都是缘分。顾总，现场已经确认，许小姐和林先生继续使用婚宴流程，许家亲戚也在正常用餐。让法务把今天的情况备案，所有资料按时间线整理，尤其是沈浩离场前的书面说明。需要现在联系沈先生吗？不用，他是个很守规矩的人，所以今天这笔账更要算清楚。经理，刚上的龙虾和酒水都记进系统了。按顾总的要求，继续服务，别漏一笔。周桂华，这酒店真不错，菜也体面，酒肯定不便宜。许家这婚礼办得风光。许小姐、林先生，恭喜！今天宴席已经结束，这是本次消费账单，请二位确认一下。
50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顿饭不是沈浩定的吗？徐女士，沈先生在离场前已经书面确认，他终止婚礼流程，后续宴席消费不再由他承担。之后宴会厅由许小姐和林先生继续使用，司仪流程、酒席服务、酒水开启都以2位为实际消费主体记录。可这菜早就准备好了，怎么能说换人就换人？你们酒店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们？菜品是否准备与实际消费人无关。沈先生终止使用后，酒店曾向现场确认婚宴是否继续。许小姐一方明确继续使用，我们也按要求完成服务，所有记录都有监控和系统单据。顾总交代过，今天情况特殊，酒店愿意配合合理沟通。如果2位暂时无法一次性付款，可以签署费用确认书，约定付款方式。顾总，你们老板是谁？顾清河女士。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，所以我们提供分期方案，只要2位确认消费事实，酒店不会采取过激方式，也不会影响其他客人正常离开。要不先签吧，后面再想办法。刚才别人喊新郎时，林超没有推辞，现在账单来了，他只让我先签。感谢配合，后续付款明细会发到许小姐手机上，如有疑问可以联系酒店财务和法务。林超啊，今天大家可都是喝你和静静的喜酒，这费用你这个新郎总该有个说法吧？是啊，刚才台上也喊你新郎了，不能只占个名头。各位长辈，这事儿确实突然，我今天也是临时被推上去的，很多安排之前都是沈浩那边定的，我会和静静商量，尽量处理好。尽量？吃饭的时候可没见你尽量。林超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不是也同意继续办吗？静静，我不是不管，我只是说这笔钱太大了，不能全算我一个人头上。没人说全算你头上，但你现在的态度让我觉得你只是想撇清。林超，阿姨今天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认了你，你也喊了妈，现在出了费用，你总不能往后退吧？那声妈原本是为了刺激沈阿姨讨好许静，我没说不管，只是我现在手头确实没那么多钱，我们得商量个实际办法。静静啊，好好处理啊，别影响了家里的名声。这叫什么事啊？本来好好一场婚礼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我再问问别人。沈浩不在了，账单就没人替我们挡了，是吗？儿子，这事儿你做得对，婚可以不结，但尊严不能被人踩在脚下。今晚别想太多，先休息。沈浩，我是顾清河，酒店这边已经按流程处理好了。学姐，后续婚宴费用会和实际使用方沟通，不会再联系你父母，你不用担心。谢谢，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不是麻烦，酒店开门做生意，遇到突发情况很正常，只要规则清楚就不会乱。倒是你，还好吗？说完全没事是假的，但我不后悔。这倒像你，以前在学生会也是，平时很好说话，但只要踩到底线，这个价格我们做不了，必须加钱。王总，合同第3条明确规定了不可能力之外的价格条款，您现在的要求是违约。学姐记性这么好，对靠谱的人印象会深一点。你父母今天也受了委屈，替我向叔叔阿姨问好。后续如果酒店这边需要你配合提供说明，我会让经理走正式流程，不会打扰你休息。好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可以，不过不是为了感谢酒店，是校友之间吃顿饭，你别把自己绷得太紧，及时守住底线不是错。谁啊？大学学姐，也是酒店老板，她说那边已经处理好了。人家做事很稳。明天别迟到，我妈说了，改口茶要双手记。林超，阿姨其实更看好你，这10100你收下了，就该改口叫我妈了。妈，本来是准备婚礼后再认亲的，但我妈觉得这样省事。我想着反正你和林超也是好兄弟，应该不会计较，就同意了。及时守住底线不是错。
我和你妈想了一晚上，婚不结了是对的，但后面的事儿不能稀里糊涂。你这些年为许家花的钱，该算清楚就算清楚。妈不是心疼钱，妈是心疼你被人糟蹋真心。可既然他们那样说你，咱也不能再装大方。我知道，我今天就整理材料。沈浩，我家里最近投资被套了，手头有点紧，彩礼能不能稍微多一点？就这一次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好，那就18万。女儿不能委屈，房子和布置都要体面。好的。沈先生，我是顾清河推荐的婚姻押实律师，姓方，是否委托由您决定。我建议您先整理转账凭证、聊天记录以及婚礼当天的关键视频，涉及彩礼返还和婚宴责任划分，证据越完整，后续越主动。需要准备哪些材料？您逐条说，我记。一、彩礼是否以结婚为目的给付；第二，婚礼是否实际完成；第三，双方是否已经登记；第四，婚宴费用的消费主体；第五，婚房和物品归属。明白了，我会按这5项整理好全部材料。不用谢，只是希望你少走弯路。以前我总觉得感情里算账不好看，现在才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不计较。该结束的已经结束，接下来该清算的也必须清算。沈总监，这是新锐科技续约项目的补充资料，下午评审会要用。放这儿吧，我先看。沈总监，楼下有位许小姐找您，她说事情很急，希望见你一面。让保安按访客流程处理，我下去。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只是要和他说清楚。沈浩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这里是公司，有事简短说。这50万你不能完全不管。昨天如果不是你在婚礼上突然离开，事情不会变成这样。酒店现在让我和林超签了费用确认书，第一期很快就要付。费用确认书是你签的吗？是，可那是因为当时没办法。婚宴是你们继续办的吗？那时候那么多亲戚在，总不能让大家都走。你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选择带来的责任。沈浩，我们毕竟3年感情，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就算婚礼上我妈做的合适，我也没想真的让你难堪。不合适，许静，婚礼上你默认你母亲把改口费给林超，默认她站到我的位置上，后面继续婚宴也是你们自己的决定。现在来找我承担费用，不合理。你非要这么算清楚？是，从昨天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只剩下需要算清楚的事。我现在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林超那边也说要商量，我妈又不肯先垫，你能不能先帮我一次，就当最后一次？不能。你如果对酒店账单有异议，可以找酒店财务或法务；如果对退婚费用有异议，可以联系我的律师。以后不要再来公司找我。沈总监，新锐科技的续约资料补齐了，王总那边还等您下午确认。你负责我们公司的项目？准确的说，是我负责评估你们公司今年最大的续约项目。沈浩，你什么时候成总监了？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我说过，只是你没放在心上。我今天升职了，挺好。小赵，通知项目组，下午的新锐科技续约凭照常，但把供应商合规风险列入重点项目。明白。你要因为我们的私事影响合作？我不会因为私事否定一家供应商，但你作为新锐科技销售经理，近期卷入婚姻费用纠纷，又在公司大厅要求我替你承担私人债务，这本身已经构成合作风险提示。我只是太着急了，我没有想影响公司。那你更应该明白，职场不是处理私人感情的地方。沈浩，能不能别把事情报到我们公司？我会自己想办法处理酒店那边。不是我报不报的问题，你既然代表新锐科技参与华兴项目，你的职业行为就需要接受审查，后续我只走公司流程。许小姐，如果没有预约，您不能继续停留在办公区入口。
沈总监，许小姐那边需要单独备注吗？按事实写。婚宴费用纠纷、公开场所索要私人债务、项目相关人员风险，全部进入合规审查。好的。供应商人员风险，重新核查。从业务层面看，新锐科技报价和交付都具备进度。近3个月，新锐科技客户资料交接是否完整？对接人员是否稳定？有没有异常请假、资料延迟、第三方介入？沈总监生，这部分之前没有列为重点，我们可以补充核查。联系新锐科技，要求提供销售资料管理说明、客户跟进记录和内部权限流转表。华兴只看制度和事实。沈总监，是不是我们哪部分资料没做好？您尽管提，我们马上补。王总，华兴不会无故否定合作方，但你们销售端近期出现信息管理风险，我们需要确认客户资料是否安全，项目对接是否稳定。我明白了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审查。让销售总监和人事经理马上到我办公室。许静，华兴项目要求补充风控资料。你近期客户跟进记录为什么多处延迟？还有几份沟通纪要，系统显示不是从公司内网社上传的。你帮我把这几个表格整一下，排个版就行。那段时间我在准备婚礼，确实有些忙，有些资料我让朋友帮忙排盘，但内容没有外泄。客户资料不能随意发给外部人员，你入职培训时签过保密协议。我知道，是我疏忽了。从现在起，你暂停负责华兴项目，先配合内部核查。公司看事实，不会随便下结论，但这件事必须查清楚。好。酒店那边第1期费用怎么办？你想好没有？把他近3个月上传记录、客户交接和请假流程全部调出来，今天内汇总。许静，你再解释一下，这个林超和我们公司是什么关系？他不是公司员工。那他为什么能接触华兴项目资料？婚礼筹备那段时间，我事情比较多，他说可以帮我整理表格，我就把一些资料发给了他。你应该知道这份协议的法律效力，公司会根据制度处理。你现在先把所有涉及林超接触过的资料列清楚，配合信息部确认有没有2次传播。静静，正好我也要找你。酒店那边催第1期，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想办法吧？新锐科技在查华兴项目资料外传，你之前帮我整理过的那些文件，现在都被查到了。那是你发给我的，我只是帮忙排版，我又不是你们公司员工，这事不能算到我头上。我没说让你承担公司责任，但如果他们问资料有没有外传，你要配合说明。我怎么配合？我又不懂你们公司的规矩。许静，你别把我扯进去。林超，那些资料你确实看过，也帮我处理过，你现在说和你没关系，不合适。我不是不管你，我只是怕事情闹大。这样吧，你先跟公司说清楚，我这边配合你解释，但别把责任往我身上推。今晚有空吗？校友之间吃顿饭，不是安慰，也不是排问，单纯吃饭。如果你不想说话，我也可以负责点菜。这家鱼汤不错，适合最近睡不好的人。学姐还会看相？不用看。正常人遇到你这几天的事儿都睡不好。我记得那次供应商临时变告，现场物料差点开天框，你把所有流程表重新排了一遍，一句抱怨都没有。那时候年轻，觉得把事情做好就行。现在也一样，只是这次你不能只顾着把别人的事做好。我以前以为只要我足够体谅，关系就能维持好。许静家说困难，我就多承担一点。他说林超只是朋友，我也选择相信。现在回头看，不是我没发现问题，是我不想承认。
真心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给了不珍惜的人。你能在婚礼当天停下来，不是失败，是及时止损。酒店有事儿。小事，婚宴那边的差评开始冒头了，公关部已经在看。和许静他们有关，还不能下结论，所以先不急着回应，查清楚再说。如果需要我提供离场说明，随时找我。沈浩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像在开危机处理会？职业习惯。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的事明天再处理。学姐，今天谢谢你。下次别总说谢谢，校友之间可以自然一点。顾总，昨晚开始几个平台陆续出现差评，内容都指向同一件事。先不要公开回应，把账号、发布时间、IP 归属和历史发条记录整理出来。目前酒店流程没有问题，若背后有人组织发布，我们可以向平台申请取证。先走平台申诉，对外只说明所有收费都有价目表和消费确认，不提客人隐私。要不要联系沈先生？他那边有离场说明，可能更快澄清。不急，先别把他推到前面，等确实需要再走正式流程。消息挺灵的，舆论问题最怕拖，你先固定证据，不要急着解释。和我想的一样，你还真是职业病。算是，需要我时直接说。会的。顾总，沈先生挺细心的，他做事一直这样。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你们凭什么说是假的？完了！许静女士的律师函，麻烦签收。敢要啊！以前给你的钱，现在说算就算，不就是没结成婚吗？他一个男人，至于这么计较？妈，这不是他计较不计较的问题，我们没有领证，婚也没完成，彩礼确实可能要退。退？那钱早就花了。你结婚不要钱，买衣服不要钱，招待亲戚不要钱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许小姐，沈先生目前诉求是依法协商清算，如您愿意沟通，可以由双方律师约时间。沈先生本人不接受私下见面。你再找他啊，说两句软话。他以前那么听你的，肯定会心软。妈，别再用以前那套了，没用了。顾总，目前还不能直接认定是林先生本人，但关联性很高。法务建议先向平台申请证据保全。申请不要在网上对骂，也不要点名，平台能处理的交给平台，涉及不实内容的交给法务。林超可能参与了差评，你那边有群聊截图吗？如果涉及隐私，不方便也没关系。有几张他抱怨酒店和我的截图，我让朋友把无关人员信息打码后发来。顾总，要不要直接联系林先生？不急，先把证据链补完整。人在心虚的时，往往会自己露出更多。酒店费用第一期怎么分担？先别急，账单也不是1天2天能解决。你那边律师函怎么样了？今晚有个大学校友会，都是以前创业社的人，要不要一起去？你可以不解释任何事，只是出来透口气。顾学姐现在可是顾总了，酒店做得风生水起。别捧我，今天只是老同学聚一聚。沈浩，听说你前阵子婚礼出了点状况，还好吗？他挺好的，能在不合适的关系里及时停下，其实需要很大的判断力。也是，人生选择嘛，及时止损很重要。还记得大学办活动吗？沈浩最会做流程表，顾学姐最会救场。
你们搭档就没出过乱子？现在看来，他还是很适合处理复杂项目。学姐也一样，复杂项目越多越稳。今晚感觉怎么样？比我预想的好。其实我一直以为，别人知道这件事后，会觉得我很难堪。难堪的不是你，你只是做了正确选择。学姐，你好像总能把场面处理得很好。不是场面，是人，每个人都需要被体面的对待。静静，我看了你发的检查资料，上面的运清和我印象里的时间好像有些缺齐，是不是记录方式我没看懂？医生那边有专业算法，不一定和我们自己算的一样。我明白，所以我想等合适的时候，我们通过专业方式把时间线弄清楚，这样对大家都公平，也能避免以后误会。现在谈这个不太合适吧？我已经够累了。我不是要逼你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早晚要说清楚。不能靠猜，哪些是合法边界，哪些该我承担，哪些不是，我得先弄清楚。林先生，涉及孕产和亲子问题必须非常谨慎，你不能在网络、亲友群或公开场合传播相关信息，也不能擅自给任何人下结论，否则可能涉及侵犯隐私和名誉。我明白，我就是想知道，如果以后确认情况和我想的不一样，我是不是还要承担全部责任？第一，婚宴费用，如果你签了费用确认书，酒店可以依据向你主张相应责任。你和许小姐之间如何分担，要看协议或双方协商。也就是说，酒店那边我跑不掉。你签了字，就不能简单说自己只是临时配合。第二，亲子关系只能通过合法程序，在合适时间由专业机构确认。确认前，你不能以个人猜测作为拒绝所有责任的理由。第三，如果你参与过网络差评、传播不实信息，商业主体通常有完整证据链，一旦追责，会很被动。如果只是发了几句评价呢？真实消费评价可以发表，但虚构事实、恶意引导都可能产生责任。你最好如实评估自己做过什么。沈浩能抽身，不是运气，是每一步都站在规则里。我从一开始只想着这占便宜、争面子，根本没想过后果。婚宴费用我们需要签个明确分担协议，还有些问题以后按合法流程确认，不要再模糊处理。你现在是在防着我吗？我只是想把责任说清楚。一个个都来逼咱们，林超也是，沈浩也是。方律师，我想和沈浩协商，彩礼和婚宴费用都可以，但我现在压力确实很大。许小姐，沈先生的诉求一直是依法清算，不以扩大矛盾为目的。如果您愿意协商，我们可以约双方律师沟通。沈先生诉求如下：彩礼按未登记、婚礼未完成情况返还，婚礼筹备中由沈先生个人承担且可撤销的费用，按证据核算。婚宴后续消费由实际使用方承担。沈先生，
不参与分担。他本人真的不愿意见我一面吗？沈先生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私人沟通，所有问题通过律师处理，对双方都更清楚。怎么样，沈浩肯不肯少要点？他没有乱要，都是有凭证的。哼，那也是他以前自愿给的。妈，有些钱是以结婚为目的给的，现在婚没结成，不能装作没这回事。律师建议三方尽快确认婚宴费用内部比例。可以，找律师在场谈。清河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最近那边挺热闹。开酒店的，哪天不热闹？那位就是华兴的沈总监。沈浩，我大学学弟。只是学弟。给你介绍一下，陆程文旅投资人，沈浩，华兴集团项目总监。久仰，华兴最近在商务会议市场动作不小，沈总监年轻有为。陆总客气，项目是团队一起做的。听说沈总监最近也经历了一些私人风波，还能这么快投入工作，心态不错。私人问题已经交给律师处理，工作场合我只谈项目。边界感很强。这是职业基本要求。开个玩笑，不要介意。清河，你酒店近期那些差评，如果需要我帮忙。谢谢，证据已经在整理，暂时不用麻烦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什么事都想自己扛。不是自己扛，是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。刚才陆程的话，你介意吗？试探而已，不算什么。你倒很稳。跟学姐学的。林超，那天你可是站在台上当新郎的，亲戚也都认了你，这钱你不能只象征性出一点儿。阿姨，我没说不承担，但婚宴原本不是我定的。许静，我是临时参与，比例得按当天实际决策来分。你当时也同意继续办，所以我愿意承担我该承担的部分，但不能所有人都把责任推给我。建议先确认一个原则：酒店外部债务按签署确认书的人履行，内部如何分担可以另行约定。如果我们谈不拢呢？那就先按文件对外承担，内部再协商，或者走法律途径。你倒是谨慎，对大家都好。第一期到账后，我们会同步更新付款记录。顾总，行业协会那边发来通知，有人匿名投诉我们婚宴收费不规范，要求协查。通知法务、财务、宴会部半小时后会议室开会。当时我们没有催促他们继续使用，是许小姐一方主动要求婚宴照常进行。服务过程中，菜品和酒水也都按既定菜单供应。材料完整，协会那边重点看流程是否合规，我们可以如实提交。对外仍旧保护客人隐私，只说明酒店有完整合同和消费确认。要不要同步发声明？暂时不发。行业协会收到匿名投诉，可能需要你那份离场说明作为辅助材料。可以，我把正式版重新签字扫描发你。
很标准。顾总，您提到沈先生时语气会不太一样。工作时间少八卦。初步过关，谢谢你的材料。学姐也别总说谢谢，合作伙伴之间可以自然一点。我原本不想把私人事情放到网上，可这段时间真的承受了很多压力。前任突然离场，我只能面对高额婚宴费用和亲友压力。我只是想顾全局面，没想到最后被推到债务面前。我没有点名沈浩，我只是把压力讲出来。方律师，请评估是否构成误导性表述，以及是否需要发函。沈先生，这个版本比较稳妥。我只想把事实说清楚，不想引导别人攻击他。明白。材料我看了，没问题。你声明里有一句，希望网友不要攻击任何当事人，建议放到开头。开头？先表明态度，后面再讲证据，这样可以避免舆论跑偏。酒店费用说明，我会让法务出一份公开版，只写消费流程，不写客人姓名。你引用时也用实际使用方代替具体称呼。笑什么？觉得学姐做公关比我做项目还严谨。不严谨，酒店早关门了。私人纠纷不应成为网络攻击的理由，希望大家理性看待，不要打扰任何无关人员。可以。此视频不是为了把谁踩进泥里，只是把被狩猎的真相放回光下。这不是突然离场，是被当众羞辱后终止婚礼吧？婚宴继续用完了，账单当然不能让前新郎付。证明很克制，没放隐私，也没骂人，感觉这个视频可信多了。顾总，风向稳住了，协会那边也给了初步意见，酒店流程合规。继续监测，不要引战。早知道就别发了，现在亲戚群又开始问。多亏你。又来了。那改成明天请你喝咖啡。成交。顾总，平台不能直接给完整身份信息，但结合截图和群聊证据，基本可以确定和林超有关。发律师通知，措辞克制，只要求停止不实评价，删除误导内容，并保留追责权。明白。静静，酒店给我发律师通知了，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，那些评论只是情绪化，不是恶意。林超，我现在也在处理律师函和公司调查，没办法帮你。可这事儿本来就是因为你和沈浩的婚礼。差评是你自己发的，没人让你这么做。我已经不想再把事情扩大了，你也别再用我的事儿去攻击别人。取证已保留，后续视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进一步处理。许静，公司确认客户资料没有造成实质泄露，考虑到没有直接损失，也考虑到你目前个人情况，不做进一步公开处分。但从今天起，你调离重点客户销售岗位，暂停华兴项目权限，后续转到普通客户维护组。我接受。
请方律师转达沈浩，希望华兴不要因我个人问题影响与新锐的合作。我会把话带到，但结果由沈浩决定。新锐的整改文件发来了吗？发来了，他们调整了项目负责人，也补充了信息管理制度。按项目本身继续评估，许泾个人问题，不扩大到公司整体，但他不再作为华兴对接人。明白。沈总已回复。原来他一直分得清，是我把体谅当成了软弱。天河，你还是这么谨慎？谈投资当然要谨慎。我正好在找高端酒店项目，你这家酒店位置、客群管理都不错，就是规模小了些。我入股可以帮你打通更多商务资源。最近那场风波虽然过去了，但也说明单店抗风险能力有限。清河，你不能每次都靠自己扛。所以我带了团队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你考虑一下，资源整合对你有好处。帮我从项目风控角度看看。资金条件不错，但控制权风险很大，尤其一票否决权，后续扩张、供应商选择、重大客户合作，都可能受制于投资方。和我判断差不多。如果只是融资，可以谈优先分红或阶段性回购。没必要让出核心经营权。沈总监，你这是免费咨询。学姐请过我鱼汤，算回礼。暂缓合作，需重新评估控制权条款。沈浩，下次鱼汤我请。那我继续负责看协议。顾清河是我大学学姐，近期也因为酒店费用争议与我有过工作联系。为了避免利益冲突，我申请不单独决定酒店选择，改为各项目组联合评分。沈总监考虑的周到，那就按公开评分表来，所有候选酒店统一考察。顾总，华兴项目启动了，还有沈总监在会上主动报备了和您的关系，申请了联合评分。顾总，会不会影响我们中标？不用担心，真正影响结果的是方案，不是私交。顾总，今天按流程考察。欢迎各位。我们的会议称容量可达500人，灯光音响配置均为国际一流水准。顾总准备真细，连雨天停车和嘉宾临时改签都有预案。今天方案很好。沈总监，这是评审意见还是私人夸奖？暂时算客观评价。那私人呢？等项目结束再说。盛庭这个价格确实有优势。顾清河那边的酒店最近还有纠纷传闻，承办大型商务活动会不会不稳？这几封口径太一致了，像是有人故意投放。不要只查一家，所有候选酒店的运行记录统一纳入评分，盛庭也一样查。查盛庭方案和这些传闻的来源，先拿证据。是林超，他把婚宴风波、差评投诉都写进内部报告，弱化了行业协会初步意见和平台处理结果。
既然对方提风险，我们就正面回答风险，把行业协会意见、平台处理结果、法务记录全部整理进竞标附件。是。这个角度不错，华兴这种大企业最怕风险，我们就打风险牌。盛庭开始动了，看到了，你准备怎么做？他们打风险，我就拿标准和数据说话。这很顾总，这也很沈总监。这次总该轮到我翻盘了。下面开始承办酒店中评会。年会最重要的是稳定，所以酒店过往舆情情况也必须纳入考虑。华兴年会是大型商务活动，风险不可避免，关键在于酒店是否具备识别、处理和复盘风险的能力。这是我们3年承办数据，并通过行业协会初步审查。你们报价高于盛庭，优势在哪里？我们不做低价吸引，再追加服务，报价中已经包含备用设备、人力增配和应急保障。华兴买的不是一场普通宴会，而是一场确定性。下面开始打分。今天很精彩，客观评价，私人评价也是。最终结果稍后公布。沈总监冒昧约你，希望不耽误工作。陆总客气，有话直说就好。我欣赏你这种效率，那我就直接说了。清河很优秀，但他太习惯自己扛事儿，他需要的不只是情绪支持，而是资源、资本和更大的平台。你们现在关系不错，我看得出来，但事业型女人很难把感情放在第一位。沈总监，你刚结束一段不太顺利的关系，确定还要靠近这样的人吗？如果喜欢一个人是要求他变得容易掌控，那不是喜欢，是占有。他有事业心，有判断力，也有自己的节奏，这些不是问题，是他本身吸引人的地方。看来我今天的话说的有些多余。陆成背后评价我事业心强，这点倒不算坏话。我认输，至少今天认。你听到了多少？够多。沈浩，谢谢你不是想保护我，而是尊重我。这两者不冲突。顾总，要不要直接公开？不公开。这是商业不正当竞争，给盛庭发律师函，同时向行业协会提交投诉。顾清河的律师函发来了，这些材料是谁整理的？我只是把我知道的情况写出来，不算造假。你写的事实不完整，不完整到足以误导合作方。你知道顾清河已经拿到行业协会初步意见了吗？你知道平台处理过异常差评了吗？我只让他提供背景，没让他夸大。你，根据联合评审，顾清河酒店获得本次华兴年度合作伙伴大会承办资格，发出正式文件。是，已发送。这部分的成本控制，大家再跟进一下。顾总，我们拿下华兴年会了。通知宴会部、餐饮部、工程部和安保部下午开专项会。华兴项目不是结束，是刚开始。再准备一下签约仪式。好的，马上准备。沈总监，后续还请多指教。顾总方案充分，期待合作顺利。沈总，我送下您。恭喜，你赢得很漂亮。这次是客观评价还是私人评价？都是。那我记下了。不是依附，不是索取，是并肩站着，各自发光。林先生，
你在市场推广期间提供的部分材料存在明显不完整和误导性，给酒店带来商业风险。公司决定结束与你的合作。那些材料不是我一个人用的，市场经理也看过。公司内部会另行处理，但你作为资料提供和整理人，需要承担相应责任。静静，盛庭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证明我当时说的那些事儿不是凭空编的？林超，我不会再替你出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事最开始就是因为你和沈浩的婚礼。婚礼的事已经在律师处理，你后来如何做的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手里有你让我做伪证的聊天记录。林超，我们都别再把责任推给别人了。不可能的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许小姐，沈先生的意思，只要清算协议合理，他不再额外追究。彩礼返还和婚宴分担可以分期。我明白。亲子相关的事，我希望不公开。沈先生也明确要求，不涉及无关隐私，不在公开场合讨论。谢谢。那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好。谈得怎么样？按协议还，以后也不用去打扰人家了。你现在倒替他说话了？不是替他说话，是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再让他承担什么。你真的不管我了？林超，各自处理自己的问题，重新开始生活吧。灯光、音响、签到台。喂，沈总监，华兴团队签到区已经准备好。辛苦，嘉宾车辆预计半小时后陆续到。好，我通知同事们准备好。切换备用线路。今天服务很稳，后续商务活动可以继续合作。全部清理好，准备闭厅。顾总，辛苦。这是客户感谢供应商，还是学弟感谢学姐？都不是，是我想对你好。沈浩，你这句话比项目汇报难得多。那顾总给几分？暂时高分，后续看表现。彩礼返还金额、分期时间节点、婚礼筹备费用承担。沈浩，我可以说几句话吗？以前很多事是我没有处理好，我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现在我是想道个歉。道歉我听到了，以后按协议履行就好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接合作伙伴吃饭。只是合作伙伴？暂时高分，还在考察期。沈先生，许静母亲通过她的律师带了一句话，您可以选择听，也可以不听。沈浩，婚礼那天是阿姨做的不对，我不该在敬茶的时候让林超改口，也不该当着那么多人说那些难听话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只是托人给你和你爸妈道个歉，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们。早这样，何至于闹到今天？道歉听见了，但两家就到这儿吧。收到，请转告对方，道歉接受与否不重要，后续按协议履行即可，两家不再往来。华兴后商务晚宴方案，沈总监帮忙看看。顾总现在把我当免费顾问了，那晚上请你咨询费。好啊，不见不散。
你不需要用他们的道歉证明自己是对的。你从离开婚礼那一刻起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。学姐，你总能把话说到点上。那沈总监要不要考虑给我涨点咨询费？我可以吗？啊？我开玩笑的。清河，我今天不是来谈合作的。那谈什么？谈我自己的不成熟。以前我总觉得喜欢一个人就该给他资源、平台、选择，甚至替他判断什么更好。后来才发现，那其实还是一种控制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也正因为这样，我知道自己没机会。清河，我确实喜欢过你，但我喜欢的方式不够好。沈浩不一样，他看你的时候，不是想把你带到他的世界里，而是尊重你原本的世界。如果喜欢一个人是要求他变得容易掌控，那不是喜欢，是占有。陆程，谢谢你今天愿意说这些。别谢得太早，以后商业合作我还是会争取利益。那我也不会手软。替我转告沈浩，他确实是个值得信任的人。这句话你可以自己告诉他。算了，我怕他误会我，还要继续试探。来不来？学姐这是要忆苦思甜。学姐今天很正式。想正式说点事。当年校庆，你熬夜做流程表，这些你都记得？记得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个很可靠的人。后来婚礼那件事，我越来发现，我欣赏的是你从混乱里走出来后，依然保持清醒和分寸的样子。沈浩，我喜欢你。学姐，你这样正式，我压力很大。所以我不能只让你追。顾清河，我也喜欢你。这次换我也认真追你。那沈总监考察期可不短。没关系，我项目周期管理还不错。沈浩在近期多个复杂项目中，既能守住风险边界，也能保证合作推进。项目部需要的就是这种判断力。公司决定提升其为高级项目负责人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。沈总，您这回可是第一笔100万级分红啊，是不是得请客？请，部门聚餐安排上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听说升职了。顾总消息很灵，合作伙伴升职，我当然要关注。晚上庆祝，我请。这次不跟你抢。发年终奖了，明天陪我提车呗。好啊，而且最近酒店连续接到几个商务活动交约，所以今天不是只庆祝我，也庆祝顾总业务大涨。那我们是事业爱情双丰收，是各自发光，顺便并肩。第一位乘客，顾总赏脸吗？沈总，新车第一站去哪儿？先去酒店看看你那个新项目现场，晚上再请你吃饭。上车。让我们开始新的征程。好。